嘿，今天玩玩具了吗？有披风用哪一把长剑就是比较帅啦，虽然我个人更喜欢夺魂者一点。本集来看看由千纸店出品的 Realbot 瓦萨卡，归类在超级机器人大战 OG 系列，但最早是在超级机器人大战 A 来登场。主角无论是选择男女都可以选用这台机体哦。初登场的整体攻击力就很高，可是在防御率还有移动的方面就稍显低落啦。不过在第二次超级机器人大战 OG 登场的时候，整体性能大爆发，也因为太过强势了，接下来有登场的作品都明显被削弱啦。瓦萨卡，平行时空的引进世界开发的近战剑戟专用机，整体的攻击跟防御面两者兼具哦，机体的机动性更是相当出色。不过因为驾驶的操作界面并不是特殊规格，因此机体对于驾驶的动作反应略逊于系出头门的夺魂者，最大作战速度也就稍微逊色啦。虽然不像夺魂者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可是有分身的技能来提升作战的优势。前指链是无尺寸比例，瓦萨卡设定是比夺魂者高一点点的，本款也有做的比同系列的夺魂者高哦，加上头上尖尖角角有到27公分。重量的话，就维持千纸燕的风格，大概就是这么重。跟原设定比，很明显可以感受到这一次对外形的修改幅度也不小哦。整体来说，修改的方针与上一款的夺魂者差不多，最大限度的身形修整，因此比起原设定要来的帅气不少。另外，巧妙的调整四肢尺寸，虽然实际上跟上一款的夺魂者差不多大，不过看起来瓦萨卡就是比较纤细一点。外形是全机涂装，深蓝主色是金属漆面，这次铁灰色的部位比较多哦，同样也是采用金属漆面。白色这次仅是点缀，采用的色调比较深。身上的绿色宝珠除了腹部那一颗之外，外层都有透明的零件外盖。腹部那一颗没有外盖，是因为零件是沿用上一款夺魂者的啦。头部造型因为原设定的尖刺就很多，在经过修整之后，面容更加的凶恶。头颈部的构造沿用夺魂者，因此基本上的可动范围跟夺魂者一致。不过因为瓦萨卡头上的尖刺比较多，也比较大，跟两边肩膀的互相干涉会比较多，但幸好肩膀装甲可以外拉。躯干结构沿用夺魂者，腰部水平转动要注意刮漆，左右倾倒的位置只有上胸，向后弯曲整个躯干都会参与，可是向前就只有上胸部位。手臂转动没问题，但要小心干涉。根部是一个金属大球形关节，可以多方向的调整范围。肩膀装甲是独立零件，可动范围不算小，但还是要多注意跟头部的干涉哦。水平抬举会跟头部干涉，但是幅度可以超过90度。上臂可以转动，下臂也可以转动。这次下臂不能飞出来，所以手臂弯举安定，幅度表现也很不错。手腕是球形关节。本款的手手是超可动手手，并没有附属其他的替换手手。下半身结构大致沿用夺魂者，裙甲可以掀开，没有外形妨碍下，大腿抬举范围优秀，但这次反而是抬举关节比较松哦。水平抬举时，大腿外侧装甲会有所妨碍，幅度堪忧。这次水平抬举关节有比较紧的啦，大腿可以转动，膝盖关节是本款唯一的齿轮关节哦，范围不错。脚踝的关节跟夺魂者不一样哦，上方有前后左右的可调范围。与脚掌连接是球形关节，前脚掌有独立可动。本款并没有发光机构，可是双眼跟身上各处的绿色宝珠都采用之前夺魂者身上宝珠同样的效果哦，在照射 UV 灯的时候都会发亮。中二，我是说帅气的披风，本款附属的是布置披风哦，周围跟中间都内藏铁丝，因此可以自由的摆动角度。披风的安装稍微有点麻烦啦，接点是有点尖锐的金属哦，安装位置在颈部两侧金色的部位，建议小心先把头部拆下来，再装上披风。接点安装的时候也要小心刮漆哦，依靠金属的弹性安装进去。后侧其实还有一个接点啦，可是我手上这一支有够难装进去，反正不影响我就算了。中距离投掷兵器烈火刃，本款附属了3枚哦，有一个互动支架可以装在手掌里，以重现投掷之前的样貌。也有附属3个光束刃的特效键，并且搭配横型的支架来重现投掷出去的样子哦。另外，光束刃特效照射 UV 灯，它也会发亮。
手臂伸出来的近战武装水流爪牙，本款是以替换件形式来重现哦。附属左右手总共6只爪，安装位置有防呆设计，爪子的长度不错，可惜就只有这样，没有任何的互动配件。主武装5大件，叫5大件，但是就只有一把长剑哦。5大指的是金木水火土5个元素。剑鞘跟剑格的红色涂装颜色不一样，剑格上的红色因为是亮面涂装，所以不免胶感会比较重。两边的剑格拉开翻开，就能重现游戏里放大招中二的把剑鞘丢掉的样子。剑鞘没有设计可以安装在机身上哦，因此有附属与手掌的连接点，还原原作都是拿在手上的样子。剑身是金属涂装，但剑刃的涂装颜色跟机身上的白色一致，所以稍微没有那么帅。有附属了3种握把哦，一般样式，有手掌连接点的样式，还有双手握持比较长的样式。但即使是一般样式啊，也有额外固定的零件可以选用哦。瓦萨卡就是典型的帅气机体，外形像中世纪奇幻的骑士样貌，有披风又配有长剑，在游戏内的机体战力也不俗。虽然列入 OG 世界观之后，预设的驾驶擅长射击，而瓦萨卡很明显是近距离作战，因此需要花一点成本才会比较好用啦。当然，帅气的战斗动画也是这一台机体给人印象深刻之处。本款虽然架构大致沿用夺魂者，虽然是意料之中，毕竟原设定这2台机体本来就是系出同门。但髋部关节过于松弛的问题，从水平抬举变成了前后抬举，这等于是没有改善嘛。而瓦萨卡的配件很明显的比夺魂者少，可是价格却跟线上限定版的夺魂者价格一样这个瓦萨卡到底哪里比较尊龙嘞？披风吗？总之，念归念，闲归闲啦，本来就不差的素体结构，各项还原度也都在水准之内。况且瓦萨卡的商品也是属于没有什么能挑的类型，所以本款也是目前稳稳的天花板。就这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